今天咱们聊聊美国二战刨冰为什么那么强。二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总决战，拼的不只是战术，拼的也不只是名将，拼的是谁能造得多，谁能把钢铁、油、粮食、人力都变成一台稳定运转的战争机器。而美国在这场战争里简直就是开了外挂。1940年，美国现役陆军不到20万人，连欧洲一个中等国家都比他强。可到了1945年，美国先后有大约1600万人服役，现役峰值约1200万，5年时间，军队规模扩张整整60倍。更让人绝望的是，那张末日级的武器清单，整个二战，美国累计生产32万架飞机，10万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，238万辆军用卡车，各类航空母舰超过100艘，其中护航航母数量惊人，还有数十亿罐军用食品，支撑盟军吃得饱。你能想象吗？1944年，美国平均每天下线近200架飞机，每分钟成千上万发炮弹从流水线飞出。到了战争后期，美国单国军工产量直接碾压德、意、日3国的总和。这不是偶然，这是结构碾压。问题来了，这头工业怪兽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？答案不在1941年的珍珠港，而在更早的历史基因里。第一层，历史性格与人口红利。美国建国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持续扩张史，边疆社会让民众骨子里尚武，对持枪服兵役并不陌生。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。1940年代，美国人口年轻，出生率高，适龄劳动力充足，不像德国，一战损失了一代人，也不像日本，人口本来就少。这种年轻人口红利是刨冰的稳固底盘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有的打，打的也长。第二层，地理和资源。美国位于北美大陆，东面大西洋，西面太平洋，本土安全到什么程度？二战期间，美国工厂几乎零破坏，德国被炸成废墟，英国遭闪电战威胁，苏联被侵略摧残，日本被烧成焦土，别人忙着重建，美国还在刷单。更关键的是资源。战前美国石油产量占全球60%以上，铁矿、煤炭、粮食储备几乎全是世界第一。资源安全等于生产安全。第三层，工业体系与福特主义。19世纪末，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国，这不只是厂多，而是组织能力上的绝对差距。美国是福特主义发源地，核心是什么？极度标准化。别的国家造武器像做艺术品，美国造武器像拼乐高。汽车厂可以转产坦克，家电厂可以转产弹药。福特的工厂高峰期1小时能下线1架轰炸机，这不是拼工匠，这是拼现代工业文明。第四层，战前预热和制度动员。美国不是被珍珠港打醒才动手的。1940年，美国就实行和平时期义务兵役，3500万人登记，提前接受基础训练，同时通过租借法案支援盟友。表面上是送武器赚钱，实际上也让国内军工提前开工，提前热机。等正式参战时，生产线早已满负荷运转。第五层，民航体系和飞行员储备。很多人听到美国民航体系庞大，懵了。解释一下，当时美国民航俱乐部遍地开花，私人飞行学校很多，大量人掌握了起降、仪表、气流判断等基础技能。战争一来，军方只需做军机转换训练，就能迅速上战机，短期培训即可投入战斗。日本飞行员精英化，培养慢，淘汰高，一旦损耗补不上。美国走的是数量取胜路线，消耗战没问题。第六层，金融和财政体系。刨冰是要烧钱的。美国二战军费超过3000亿美元，按今天币值相当于数万亿美元。美国能撑住，是因为它是一战后的全球最大债权国，发行战争债券，让全民参与投资，工业产能稳定扩大。德国靠掠夺维持，日本靠扩张维持，美国靠金融体系维持，你懂吧？别人捉襟见肘，美国刷卡买单。第七层，全民动员和制度激励。珍珠港后，孤立主义彻底消失，年轻人自动报名，好莱坞明星也去当兵。GI 法案出台，退伍后免费读大学，低息买房，找不到工作还有补贴。参军不等于下跌阶层，反而可能升一层，社会动员效率自然爆表。第八层，后勤保障。战争不只是打仗，还得吃得好。美国生产数十亿罐军用食品，午餐肉、牛排、奶酪、可口可乐样样有，士兵吃好，前线战力稳定，非战斗减员率全球最低。有人说战争断供才叫战争，美国这叫工业出差。最后是战略思维，德国赌速战速决，日本赌奇袭制胜，美国赌什么？赌产能。1944年以后，
战争不是战术问题，而是算术题。你沉1艘船，我补2艘；你击落1架飞机，我下线3架。钢铁、石油、金融、工业、人口、制度全维度领先。战争结果早就写在统计表里。美国的刨冰不是奇迹，是工业文明积累的总爆发。二战真正决定胜负的地方，不止在诺曼底，也不止在斯大林格勒，而在底特律的流水线、德克萨斯的油田、纽约的金融系统。战争变成工业文明考试，美国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。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，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见。